练气就是练习使用能量。再讲一次，我们练气就是练习使用能量，而能量呢，用不同的形式存在，包括你的生命能量。所有世间上所有的事物都是能量不同的形式在存在。所以，当我们练气的时候，练习使用能量，所以延伸很多事情。而我们要怎么使用能量？最终点就是让它趋近于平衡。在适当的平衡状态之下，我们的身心灵就会很健康。那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就是第一组力圈，也就是所谓最基层的那个，我刚刚讲的能量场，也就是能量场，就是我们的无极圈。这个无极圈第一组力圈呢，就像太阳的，我们讲黄道，就是我们地球绕太阳的这个最大圈的中间，就第一组力圈。可是呢，我们第一组力圈几乎是绕着我们的任督二脉在转，任督二脉，以任督二脉跟任督二脉是平行的。我们的督脉是先天从我们的这边开始，我们不是常常会抵住上颚吗？有人在打坐的时候说，那个舌头顶住上颚，有没有？然后底下要提肛，你要提肛要收屁。其实就是从这边开始，顺着中心点往上，百会这边从脊椎下去到会阴，这边就是督脉，督脉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，是先天的，是中枢神经。那从会阴这边上来，到从肚子这边中心点到这边到舌尖这边是任脉，任脉是自律神经，是后天。是管我们的情绪啊，我们的是内分泌啊。那中枢神经呢，是管我们的身体的那种经络啦，然后那种强壮啊这些。任督二脉是的方向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组力圈。你不管以后要做什么，再练其他的，都是以这第一组力圈为主。就是说，就像汽车的引擎有没有？发动的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动力来源。那其他像以后来冷气啦，或者是其他的啦，风扇啊，其他那个是附加的，就是其他的。但是要以这个为主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二组力圈呢，却是以带脉。我们第一组力圈是这样子转，我刚刚讲是这样子转。那第二组力圈呢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像。我们假设我们这个房间的一个那个磁场的话，我要营造这个磁场，我会绕这样，就绕这个第二组力圈。只是说由我开始，假设我这个身体当做一个磁场的一个营造我这个身体的磁场，我会绕第二组力圈。就像说地球绕太阳为公转是第一组力圈，那地球自转呢，就是第二组力圈。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转，在前面呢是由右往左，在后面是由左往右，这样懂吗？就是这样子，带脉。然后这个不是只有中间哦，也是从上到下，就是有一个横向，所以你会转两个圈子，这样懂吗？但是我没有叫你们刚开始像新朋友，刚开始你们先到练这个。如果行有余力，到时候再绕这个圈子，绕这个带脉。这个带脉呢，也是一个动能，也造成一个能量，就是说为了平衡第一组力圈。我们地球如果说都不动的话，再绕这个轨道，它不会一个很平衡。你看所以我们地球会一天绕一圈，就这样转，用23.5度的那个倾斜的角度这样子转，在黄道这样子绕着太阳。太阳的重量跟地球的重量呢，还有月亮，对我们人它都有不同的影响力。它有引力，万有引力。我们常讲说，像我可以站在这里，我站在这里，为什么？比如说这个东西会掉下去，它有我们
我们用一个名词叫做地心引力。其实地心引力是万有引力的一种。所以万有引力就是说，对不起，你要讲双向逆转，没关系，这等一下会讲。我们地心引力为什么是地心？难道地心会有引力吗？没有，其实是地球的能量跟质量我们把它结合之后，以为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地心，所以我们称为地心引力。其实它都是一种万有引力的一种。为什么？光从潮汐就知道，越远的时候一定是中午跟那个晚上12点，它的会涨潮。为什么？月亮它会吸呢？这是万有引力的一种万有引力。那其实太阳对我们也会有一个吸引力，所以为什么它可以把9大行星这样子用不同的时间环绕着它？地球的质量假设是1的话，或者是说100公克好了，100公克等于是100 cc 的水，100公克，或者是0.1公斤0.1公斤。那太阳呢，它就是75公斤、76公斤左右。像我就差不多70几公斤、70公斤，但比我更大一点的话，假设我是太阳，那地球才只有0.1公斤，100 cc 的水，就这么小，你可以知道太阳很大。而且太阳它是会发光，所以太阳是一个能量场。那假设说以那个能量来对人体的影响的话，太阳跟地、天跟地的比例是400比1，我们跟400比1。所以第二阻力圈呢，就是横向的绕，而这个横向的绕有什么作用呢？譬如说，我们这个空间，我想要让大家的频率一致，我就会营造一个频率，就绕这样子，把这边绕起来，这是第二阻力圈。如果说各位练第一阻力圈练到一个程度以后，你可以学习练第二阻力圈，练练看。而这个就更要练习什么叫做分心的专心。这个要怎么讲说？你有没有很专心在练气？说有，可是你又不能分心，这样错的。我要的就是你可以很专心的去练气，但是你又可以做其他的事情。矛盾就是因为要把它内化，内化到有一个心在独立出来，再练第一阻力圈之后，你才可以用第二个心，把意念用在第二个心，再练第二阻力圈。而这个功力会用在哪里呢？以后你可以同时打不同的人。我在帮你打气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打另外一个人，或者是说我在帮你打气，是用我的潜意识在帮你打气，是用我内在的能量帮你打气，而不是用我现在这个我在想的这个在帮你打气。也就是说，当我手一搭上去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帮你打气哦。我在帮你打气呢，是用我内在的东西，而不是用我现在在想的东西。各位听懂吗？也就是说，把你的东西内化到你的里面，最深层的里面。打气到最后用最深层的里面的那个东西来帮人家打气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站出来的时候，让人家觉得，你就是生命，你就是光明，你就是能量，你就是生机，所以看到你我就安心了。你都没有讲话，你也没有出手，可是看到你那个感觉，就是从内在散发出来。所以，当你所有练气要练到一直内化到最深层的里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打气的层次会有不同的层次。所以在感受的对方的同时，在转移对方的同时，或者在化对方的气场的同时，你有不同的层次。不同的层次。练气好玩就好玩在这里，它永远会有更好的境界。可以练到说很可怕的是，你要讲什么，对方要讲什么，你就把它讲出来。你想到一个人，对方就打电话来，这个都很正常。这个当你练的过程，这些就会层出不穷。
你为了公事你找不到停车位吗？不会。你假设为了公事的话很不好找的地方都会让你找到停车位。可是你会发现说，当你要用念力是为了你私人的利益要去找停车位，就找不到。会这样子。所以我刚刚讲，练第一阻力圈、第二阻力圈，甚至更多的圈子，你都可以很专心，但是又不很费力的练。就是说，这个很难哦。譬如说，假设是对称的，就像说，好，我假设说手这样子，第一阻力圈，各位开始练看看，然后开始又练第二阻力圈，开始来。这个有的没办法做出来，或者是说你这边要画一个三角形，这边要画圆形，就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叫做我也不一定有办法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那个念头绕进去，那个是念头平行的，平行的分在两个就不行。可是呢，假设我的第一阻力圈是用更内在的，用更内在的东西，我是用更内在的在练的，已经到潜意识了，所以我现在的念头没有在第一阻力圈，因为它已经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比较浅的念头在练第二阻力圈，更浅的念头在用双向力，那更浅的甚至表面上的，我是在跟你讲话，所以我可以在跟你讲话，同时我不同的里面的意念头是在做不同的事情，甚至你更内在的东西是最关心你最关心的，譬如说你可能关心你的妈妈，你可能关心你的孩子，但是你都没有去想到，但是你是挂在你的心上的，你都没有去觉察。所以我们在练气会这样子哦，相对的有一天呢，我要相对的让你去反方向的去挖。你练气到一个层次，你会反观内观，你会发现说，你忽然间你知道你的内心有一些感受是什么。有人他不知道，比如说你很烦，你在烦什么？不知道。现在练气的过程也会因为这样子练习，会让你去觉察。觉察你内在的里面有一个负面的能量出来，或者是有一个即将冒出来的东西的能量场存在，对自己这样子，对外面的事，所以练气呢，你可以看到自己更深层的东西，也会看到对方内在的东西，这就是层次，这就是大能力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介绍这个的同时会顺便讲这个。今天正式的课程我会把双向运转。我们是那个先天无极内功，是在它是一个能量场，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能量场，可是为了演化，所以最开始有的代表人物呢，就是那个黄石公传给张良，我们都知道他传给他的，以为就是一个无字天书，对不对？跟一本所谓讲兵法的，其实他传给他的就是我们的先天无极内功，而这个内功呢，是用在人，就是医学，用在国家，用在军事。